男人怎么也没想到，只因他把所有属性全梭哈在了敏捷和幸运上，系统直接贴心的给他安排了2个隐藏剧情，一个是只有他能进的隐藏地图，另一个则是游戏中仅存7只的世界头目。看到陆卡翁现出真身的那一刻，男人整个人都傻了。要知道他现在只是一个练习时长2天半的星号，按目前的装备和等级来说，挨上一击怕是要原地升天。可他非但丝毫不慌，反而兴奋的不行。毕竟作为一个顶级的游戏高玩，他最喜欢的就是挑战不可能。就在这时，头目发动了攻击，男主直接一个完美格挡成功挡下，紧接着陆卡翁的攻击如狂风暴雨般袭来，男主一个闪身躲开，将武器切换成攻击力最高的兔子菜刀，然后再给自己套上闪避宝后，踩着碎石朝陆卡翁发起反击。これが海へシャングリラフロンティア。この腹を焼くようなヒリヒリとした威圧感。俺は今ゲームを最高に楽しんでいる。ザグ、蘇生戦、理不尽言か。あらゆるクソゲーを乗り越えたゲーマーだぞ。当たり判定もバグってないお前に、はい参りましたなんて降参してたまるか。这一击已经倾尽了男主的全部力量，甚至还借此脱离了陆卡翁的攻击范围，却没想到对方根本不按套路出牌。陆卡翁突然仰天长啸，下一秒空间仿佛凝固了，男主的身体被完全禁锢在半空之中，月光再次被云层遮蔽，陆卡翁直接消失在男主的视野里。但男主依旧有恃无恐，他决定等对方再次现身，格挡下攻击后再次发起反击。然而作为稀有头目的陆卡翁也不是傻狗，一出手就直接砍断了男主的双腿。或许是因为幸运值实在太逆天，男主竟奇迹般只剩一滴血没死。看着陆卡翁越走越近，男主没有丝毫恐惧，因为他终于找到了玩这个游戏的目标。決めたよ。ラスボスとかストーリーとかもうどうでもいい。今は無理でもいつか俺が必ずお前を倒すからな。それまで絶対に誰にも倒されるなよ。野衆のユカオン。随后，陆卡翁一口把男主送回了复活点。当男主再次睁开双眼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陆卡翁居然给他施加了一连串诅咒。第一，被附加诅咒的部位无法装备物品；第二，等级低于被诅咒者的怪物会主动逃离；第三，被诅咒者与 NPC 的对话会被系统篡改；第四，受诅咒部位获得魔力干涉抗性。想解除诅咒只有2条路：找圣女祈祷或者击败施咒者，否则诅咒永远生效。这下男主人都麻了，这他喵不就是炸号了吗？但此刻当务之急是把之前累积的天赋点加到属性上，随着敏捷和幸运成为他最高的面板数值，男主看着那只有6点的耐久直接崩溃了。到头来他还是一只一碰就死的脆皮鸡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兔子突然从天而降砸在他脑袋上，男主回头一看，这不就是手拿菜刀的致命兔吗？男主还以为这是传说中抓到就能得稀有道具的稀有事件，结果等他把兔子好不容易逼进死胡同后，兔子随手一按就召唤出一扇大门，上面写着独特剧情兔子国的招待。男主突然想起网上流传的独特剧情攻略，据说能从里面搞到最高等级的装备和技能，一想到这么大的好处，哪有不占的道理？男主头也不回追了进去。殊不知这个独特剧情推荐等级是80级，而他此刻只有28级。就这样，男主来到了兔子王国拉比兹，这里的所有国民全是稀有致命兔。就在男主怀疑自己是不是闯进了怪物老窝时，刚才的兔子出現在他身後。はい、こんにちは。いやー、今ラビッツはあなたの話で持ちきりなんですわ。あのラジオに弱き身でありながら、たった一人で果敢に挑む勇気。そして一撃も食らうことなく、理想的な知名の一撃を当て続ける技量。まさに、ボーパル魂の体験ですわ。ボーパル魂。憧れますわ。でも、全くもって歯が立たなかったけどね。そりゃ相手が悪すぎますわ。かの夜の帝王は、おやつ感覚でワイバーンすら食い殺す最強種。信頼の過去を持つ開拓者さんたちじゃなきゃ、今ここで私と喋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わ。それにその体に刻まれたマーキングは、夜の帝王が三楽さんを餌ではなく、一個体として認めたって証。すごー。看到兔子对自己崇拜的五体投地，男主突然想起诅咒的第3条，系统会修改 NPC 的对话，看来自己也是因祸得福了。兔子告诉男主，首领想亲自会会他，所以才把他带到这里的。男主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，于是他跟着兔子来到王宫。虽然来过兔子王国的人类不少，但能走进宫殿的玩家至今只有男主一人，这让男主兴奋的不行。这代表着全世界只有他知道这个独特剧情。兔子缓缓推开大门，兔子国首领看到男主毫不吝啬地夸了一通，最近玩家加点都太平均了，他很欣赏男主这种拥有致命之魂的加点方式。どうだい、おめえさんの時間、おいらに預ける気はねえかい。おいらこのラビッツで頭張ってる、ファイスアッシュってもんだ。看着兔王那充满压迫感的外表，男主一时间吓得屁都不敢放一个。殊不知兔王凶悍外表下是一副热心肠，他表示如果男主有需要，他可以亲自练一练男主。男主瞬间明白了，这是个特殊的修行任务，于是他的膝盖不要钱一样砸在地板上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兄貴。あ？兄貴だ。いや、ちょっとしたシャレで。やべえ！受け答え。
気に入ったぜ。おいらに教えを追う以上おめさんは射程だ。わかってるじゃねえか。男主被吓得满脸劫后余生，兔王命令艾姆路照顾好他，临走前还给男主戴上一个无法拆卸的项圈。这个项圈装备后会使装备者获得的经验减半，但取而代之能拿到 2.5 倍的属性点，算起来还是血赚的。男主带着艾姆路离开兔子王国，与之前的奋作相比，现在的动作简直流畅到逆天。出于对项圈效果的考虑，男主决定抓紧赶往下一个城镇，那里更有助于提升自己的实力。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，那就是与艾姆路组队，不然根本进不去兔子王国。出于好奇，他瞄了一眼艾姆路的属性，这一看他整个人都傻了，除了敏捷比对方高一点点以外，其他全是被碾压的存在。男主感觉自己给全人类丢脸了，但当务之急还是先去打怪升级。不料路上的2个女玩家突然看到了男主肩膀上的艾姆路，当场追问他这么可爱的宠物从哪搞的。想到隐藏剧情绝对不能暴露，男主拉着艾姆路拔腿就跑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女玩家已经偷偷把他的照片发到了论坛上。好不容易逃到没人的地方，男主决定先验证一下身上的诅咒效果。刚好一只不怕死的山羊朝他冲来，结果刚跑到面前就被诅咒的威压吓到瞳孔地震，一股无法言说的恐惧让他来了个急刹车，头也不回撒腿就跑。这一幕似乎正中男主的意料，他正好借这只山羊做个实验。まずは全力で追う。闇雲に追うのではなく、何かしらの障害物に向かって逃げるよう誘導する。そして、方向を変えようとしたその先に、投擲。動きを止めたターゲットに、戦場可能な最高速度。感性による追加攻撃。現実では当たり前の物理法則だが、実際それが再現されているゲームは少ない。当然このゲームなら、現実同様のレベルに再現されているわけだ。すごかったですわ、山岳さん。もうどっちがモンスターかわからないですわ。褒めてんのそれ。实验结束后，男主决定无视小怪，直奔区域头目。然而很快他就后悔了，头目的老巢竟然在一片沼泽深处，他最不擅长的就是这种地形。下一秒，区域头目就在他的面前显露出了真身。シャングリラフロンティアにおける沼地の使用は、足を沼に突っ込んでそこに着くまでは、もう片方の足が沼に囚われ続けるという歩き状態の強制。つまり、こいつと俺は相性が最悪だ。此刻男主引以为豪的速度被彻底封印，更离谱的是，明明不深的沼泽，这怪物居然还能潜进去。眼看怪物越来越近，男主只能使用滑步强行位移，可好不容易拉开的距离，怪物仅用 0.25 秒就追了回来。因为位移技能正在冷却，男主只能用出完美格挡，而这招在和路卡翁的战斗中已经进化成了相斥反击，格挡后能立刻反打。虽然男主看似游刃有余，实则已经山穷水尽，战斗才刚开始2秒半，能用的技能已经全部进入冷却。眼看怪物再次杀来，男主束手无策。就在他准备认命时，一旁的艾姆路突然掏出魔法书。男主这才想起自己还有个队友，虽然依赖比自己强的 NPC 让他有点羞耻，但他也不能浪费兔子制造的机会。然而沼泽的限制实在太蛋疼，还没走到怪物身边，怪物就从僵直中恢复过来。没有办法，男主只能以攻为守，用新学的螺旋丸作为格挡，弹开怪物脑袋后，他用刀当攀爬工具，一跃跳到怪物头顶，接着让兔子准备大招，自己则用奋作中磨练出的极限操作，硬扛怪物的疯狂摇晃。可惜只过了2秒半，男主就被甩飞出去。不过好在技能冷却刚好恢复，他再次甩出相斥反击挡下致命一击。而此时艾姆路的大招已经准备好了。よっしゃ！打败长腿的鲨鱼后，男主也因为高空坠落掉了8滴血，可两人还没来得及庆祝，怪物竟突然消失了。紧接着整片沼泽剧烈震动，男主发现自己无法移动，想起艾姆路说过怪物攻击时会从地底窜出，他一把抓住艾姆路扔飞出去，避免被头目一击双杀。果不其然，怪物破土而出将他击飞，可男主发现自己竟然没掉血。看着这个高度，他瞬间懂了，怪物的真正目的是让他摔死。原来策划设计这个 BOSS 的初衷就是防止男主这种顶级高玩单刷副本。就在男主不知所措时，被扔飞的艾姆路跑了回来。原来在游戏的设定中，有一招从天而降的攻击方式，能将自由落体的动能转化为攻击伤害，因此男主的坠落判定被系统改成了舍身攻击。而男主凭借逆天的幸运值，侥幸所血活了下来，等级也飙到了29级。击败首关 BOSS 后，男主获得了进入第3城镇的权限。进城之前，男主又开始纠结，艾姆路这么可爱，光明正大带进去肯定又要引发女玩家的骚乱。可艾姆路表示完全不用担心，下一秒他直接变身成了一个美少女。びっくりしたですわ。
これなら怪しまれずに街に入れるって寸法ですわ。然而进城时，男主还是被护卫拦住了。他这半裸造型实在太过可疑，尤其身上那些可怕的伤痕。艾姆路赶紧上前狡辩，还添油加醋的把男主大战路卡翁的经过吹了一遍。旁边的玩家纷纷围观看热闹，士兵也是无语了。就在他们准备放行时，一名玩家突然抓住了男主。その格好、あなたが三楽ね。そう。どちら様で？原来男主的截图被发到论坛后瞬间炸了锅。这游戏目前已知的宠物只有狗和猫，所以女孩才找上门来，想知道男主是怎么把致命兔收为宠物的。而兔子刚才在士兵面前吹的牛，也被玩家实时搬运到了论坛。一些喜欢 PK 的玩家已经盯上了男主，打算蹲在复活点逼他说出诅咒的情报。一直在追猎路卡翁的战队也向男主抛出橄榄枝，邀请他加入。同时注意到男主的还有一个子猴。独り占めは良くないな。こういうのはみんなで共有するべきだよね。革命騎士、三楽くん。出たな、鉛筆戦士。ほらほら、こんな超絶美人を、厄介なモンスターみたいに言うんじゃないよ。それと、ここシャンフロでは鉛筆戦士はなくて、アーサー・ペンシルゴン、と、呼んでもらえるかな？以下是本集的细节解析：男主敏捷、幸运拉满，耐久只有6点的脆皮鸡加点，在任何攻略里都是反面教材。但香格里拉的设计逻辑恰恰奖励这种反叛。路卡翁的诅咒，兔王的欣赏，独特剧情的触发，全部建立在这个极端面板上。兔王那句最近玩家加点都太平均了，是游戏设计者的自白，不是男主的加点奇葩，是整个玩家群体被平衡加点的思维惯性驯化。极端意味着风险，但在香格里拉的世界里，风险本身就是最高收益的触发器。那么本期视频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